欢迎来到我在哥本哈根的家。好，首先呢，这是在哥本哈根市区的第一间房子，然后我们这一趟旅程总共订了2间。 都是从 Airbnb 上面找的，因为我们是6月出发，然后我3月的时候就开始找 Airbnb， 但是每隔1个礼拜那个价钱就会高一点，所以如果大家已经有计划要出国玩的，要尽早找好房间哦。然后一进门呢，这里就是玄关，房东他留下了很多他的衣服、杂货啊、食品啊那些的，就让整个 Airbnb 都很有生活感。那我们走进来。 这里就是餐厅、餐桌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早上就会在这边，吃个麦片啊，吃个水果啊，聊聊天，喝牛奶这样子。在外面有小小阳台，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一张照片，我觉得这个阳台有点像是那种法式小阳台。 这些都是对面的住户的院子，就是大家的阳台是互通的。大家现在应该有听到小朋友声音，好像是社区的活动，他们在享受他们的亲子时光。晚上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喝个小酒、小酌聊天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先进来吧，关上门之后，就外面的声音都完全隔绝了。好，这里就是。 我觉得看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看厨房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一些放碗筷的地方，中岛区。所以如果要切菜啊、做早餐啊、打蛋啊，可以在这边处理。冰箱上面贴了房东满满的他的生活照片，真的是非常有生活感。然后打开来，我以为是空的，结果还有他们在喝的饮料。 就真的是很有生活感，然后这里就是小小的炉灶，这个炉灶真的是很经典的欧式的炉灶。这个火要怎么开啊？哦，有了。这里就是这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，就是我刚刚在洗衣服，因为房东他也有附这个洗衣机，刚把一些比较脏、比较臭的衣服放进去洗。这里就是小小的洗手台。 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知道丹麦他们的自来水是不是可以饮用的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看到，就是那种像我们台湾都会有一些滤水器之类的，但是这边就没有。你看，这里就是要什么有什么。这是刚刚进门的地方，那你想要先看？ 客厅区还是先看房间呢？先看客厅区，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客厅区咯。这里就是沙发，啊，坐上来就有回到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这个深蓝色的跳色和整体的房间真的是非常加分，因为。 它的房间包括地板，还有墙面也都是比较偏白色、浅木头色调，所以搭了一个深蓝色的沙发，我觉得是很呼应的。然后刚好那有一幅画，我觉得都是有一点点缀的存在。然后这里有2张也是木头色的子母桌。然后晚上呢，我们就会在这边可能小酌，又是小酌，晚上就在这边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这样子，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的感觉。 这个阳台啊，就是我看北欧影集，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阳台，就是整面光洒下来，然后这里可能会放一排植物，那它这边就是只有一棵龟背芋这样子，就是阳光洒下来，然后会有一些绿植，然后有一些香氛蜡烛啊，有一些酒瓶啊 ，Airbnb 就看到了这个房间，就觉得哇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那个北欧影集里面很舒服的女主人的房子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前往卧室。这个卧室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张床，然后一个梳妆台，然后一样跟刚刚很像的那个小小的窗台。在白天起床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太阳洒进来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。那这个屋主他还蛮聪明的，他直接用帘幕把这个衣柜隔起来。 所以它没有做硬装潢，它里面就是衣架这样子，然后它用帘幕这样子把它区隔，看起来这个软装潢比较不会有压迫感。
所以我觉得他还蛮聪明的，而且这也是省成本的、省预算的方式之一。大概就是我们的房间。刚刚呢，我就是犯了一个小小错误，就是房东跟我们说他们在3楼，然后在3楼等我。那我从1楼进去之后呢，我就走，然后走到3楼的时候，发现怎么没有人啊？后来我就问他，我就拍照问他说：“请问是3楼吗？我们已经到了。”然后结果他就说我们还需要再走1层。他说这边的房子呢，都是1楼叫做 ground floor。然后从第2层楼它才叫做 first floor 1楼，然后所以3楼就是第4层楼的意思，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就让我又回想到第1集《艾米丽在巴黎》，她犯了一个很蠢的错误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在哥本哈根住的第1间公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在哥本哈根的第2个家，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最后1间房子啊。那这个房子呢，和上一间房子相比，比较算是郊区的地方。然后它的附近呢，没有什么餐厅，没有什么早午餐店，它就只有一些超市啊，然后医院，然后还有一个墓园。然后这边大部分都是住宅区，因为我看他们的房型都是差不多，都是就是每个阳台都长一样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房子它的大小也是上一间 Airbnb 的2/3左右，就是它少了一间房间，因为睡觉的地方和客厅是同一间。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，就是它的这个房型，但我觉得它的空间规划的也是非常好。好，那先让大家进来看。其实我觉得北欧的房子就是一进门都会让人家觉得哇，很 surprise 的感觉。他们的配色都非常的，也不会说是非常缤纷，但是也不会很惨白，就是都没有颜色这样。他们就是刚刚好。一进客厅就会看到一个最大的主角，应该就是沙发吧，因为沙发占的面积是最大的。所以这个客厅呢，它的主要颜色就是沙发比较抢眼一点，是靛蓝色的。然后沙发上面就有一张很大幅的风景画，那它这个也是有点蓝色这种海岛风格的。地上呢，就是我们所踏的地板是木头的，是真正的实木地板，然后上面又铺了一些比较波西米亚风格那种比较原住民风格的地毯。沙发的旁边呢，就有简单的8格的柜子，然后里面有放房东的书啊，然后还有蜡烛是每个北欧人都必备的。然后上面一样也是，就是植物都是北欧人必备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休息的躺椅，客人来啊就可以在这边看天空，然后可能手拿啤酒、手拿白酒之类的，然后在这边挑一本书。这一本是儿童绘本，就可能有个小孩子啊，就可以让小孩子坐在这边，然后说故事给他听。幸福的小角落，可以想象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是老奶奶在住的话，她可能在这边打毛线，然后听新闻，然后可能有一只猫会跑到她的腿上。好，那我们就起身到阳台旁边。它的东西非常的多，但是我觉得它每个地方都放得很到位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挤的感觉。这里它也放了一个躺椅，我没有脱鞋子，所以我就不把脚放上来。这个躺椅很舒服哎，这个是很常在那种家具的行路上面看到的，只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台湾人的家里有放这样子的很毛的躺椅，这种很像动物的毛。可能台湾人的家就是比较中规中矩，可能沙发就是沙发啊，然后餐桌椅就是餐桌椅，就比较少会有这种放松的这种休闲，但是只能有1个人躺的这种椅子。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台灯区，然后墙面呢是手刷的白色墙面。这里呢就是很漂亮的窗台，然后它看起来是大理石的纹路，然后窗台上面呢就是简单放了台灯、植物，然后必备的蜡烛，还有一些小小的装饰用的器皿。我发现北欧人路上蛮多在手拿一束花的，所以我想说他们是不是可能下班后啊心情好，心血来潮就会买一束自己喜欢的花，然后回家插花这样子。
好，然后从阳台区进来之后呢，旁边这里就是床，那这里一样就是跟客厅空间是共用的，所以它是2合一。这个空间布置呢，好像是只有在就是民宿才会见到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一般人的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搭配，就是当空间不足的时候，就是床放在客厅里面。那如果大家有去住别的国家的 Airbnb 的经验，是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我。它的空间规划很好，是说它的床啊底下有柜体，它可以收纳衣服啊，收纳床单啊、被套啊等等的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聪明的。晚上就在这边睡觉，然后早上起来呢，就可以看到，阳光洒进来了，就很舒服。然后一进门的角度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旁边这个门呢，进去就是浴室。浴室其实也是很小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一进来啊，我觉得这个材质很酷哎，这个材质有点像木头的感觉。很漂亮的皮，然后这里就是洗手台、马桶，然后干湿分离的莲蓬头。我觉得这个浴室比上一间的浴室好看。上一间我好像忘记拍浴室了，但是就是上一间浴室比较普通一点。这一间的墙壁我觉得很加分，很有造型。然后从浴室走出来，这里就是衣柜，这也是进门的地方，这里就会有一些收纳的东西啊，然后上面也是它的空间的设计真的是还蛮聪明的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感觉。这里就是采光最好的地方，这里是厨房，然后当初呢也是看到这张照片，就是厨房这样子一排，然后这个柜子加上这个把手。然后它的整个配色我都非常喜欢，这种很舒服啊，然后很简约，但是又很有设计巧思在里面。像这个墙壁就是很有手感的那种砖块，然后中间是水泥。它的桌面呢是木头，哇，它给的碗盘杯子都非常的足够哎，连咖啡豆都有，然后还有一些酱料啊，做甜点的，连茶包也有哎。室友很开心，因为室友很喜欢喝茶，很喜欢泡茶。有一个小小的咖啡机，这也是我觉得他很用心的地方，就是他虽然是 Airbnb， 但是他连咖啡机都帮房客想好了。它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咖啡机。这里就是简单的2个小小的炉灶，我来开开看能不能正常运作哦。可以，很好哎。洗碗机竟然有洗碗机耶！也是我们上一间 Airbnb 没有附的，就是还有洗碗机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所以我们如果用很多碗盘啊，我们也不用自己洗了，然后就直接把它丢进去，就跟我们自己家的一样。上一个 room tour 的时候啊，我跟大家说我不确定丹麦的水能不能直接生饮，然后后来我就发了限时动态，我朋友就说北欧的水很干净，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打开的，我觉得非常方便诶，就是第一天会觉得很不习惯，水龙头的自来水直接放到我的水壶里面，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是过了几天呢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可以直接生饮水，真的很方便诶，就是身为北欧人真的是很幸福。然后这里就是窗台的阳光真的是非常的亮，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小器皿啊，好可爱哦，都是同样的配色诶，在里面好像有装水还是酒。这里有小小的微波炉，微波炉下面呢就是小小的冰箱。我一直很想要买这种圆形的厨房餐桌，看起来很舒服、温润，就是让家里不会有棱有角的感觉。当初应该要买圆形的餐桌，有一点后悔。但是就是来 Airbnb 体验不同的家，然后不同的摆设、不同的家具、不同的感觉。包括我觉得北欧的灯具啊，很大一颗。它的体积很大，但是却不会让整体看起来很有压迫感。我觉得这是北欧室内设计的精髓。一样也放了一幅画，那这一幅画的风格呢，和刚刚在客厅我们沙发上面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配色，所以也是我觉得这个房东他的小巧思。
好啦，那以上2间就是这一次来哥本哈根旅行住的2间 Airbnb 的 room tour。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一间 Airbnb 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，然后把这一支影片按赞分享给可能也会喜欢丹麦，可能也会喜欢哥本哈根的朋友。这一集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